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紫雲健康頻道。今天這期視頻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一個很多人心裡有點怕又繞不開的階段——更年期，還有我們中醫講的絕經前後的各種症狀。很多女性朋友一聽到更年期3個字，腦子裡馬上浮現幾個詞：煩躁、失眠、潮熱、盜汗、發脾氣、記性變差，好像這是人生裡一段很麻煩的日子，甚至有點帶貶義。但苗醫生想先跟大家說一句放心的話，在中醫眼裡，這不是病，而是一個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生命階段，就像少女初潮、懷孕生孩子一樣，是身體在走它該走的路。我們今天這一期視頻會和大家一起搞清楚3件事。第一，更年期、絕經期、為絕經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第二，為什麼很多更年期的表現看上去像陰虛火旺、腎虛、心腎不交？第三，中醫在這個階段常用的調理思路和中成藥是怎樣的？男同胞在這個階段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希望看完這一期視頻，大家能對自己的身體少一點害怕，多一點理解，也能对身邊的家人多一點體諒。先從一個容易混淆的概念開始，我們今天講的是絕經前後各種症狀，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更年期綜合徵。這裡有3個詞：更年期、絕經期、為絕經期，其實不是一個意思。絕經期就是月經真的停止了，很多人會用7749來記，覺得49歲絕經很典型，但現實中每個人的年齡會有差異的。更年期，現代中醫裡更準確的說法是為絕經期，這個為就是包圍的意思，也就是說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開始，而是在絕經前一段時間到絕經後的一段時間，這整個長長的階段都可以算在為絕經期裡。所以更年期不是49歲那一年，而是可能從40多歲一直到50多歲這一大段跨度比較長的时間，女性朋友的身體在這幾年裡一邊在慢慢告別生育功能，一邊在重新找到一個新的平衡位置。很多不舒服的感覺其實就是这個調整過程中的過度反應。那在這個階段身體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呢？大家可能已經很熟悉了，會有陣陣烘熱、潮熱，忽然覺得臉發紅，身上一陣熱，汗就跟着出來，會心煩易怒，一點小事就容易情緒上來，覺得自己怎麼跟以前不一樣了，晚上睡得淺，容易醒，翻來覆去睡不踏實，白天記性也變差了，還容易忘事情。有的還會覺得精神倦怠，容易累，頭暈目眩，氣虛的感覺也出來了，耳鳴、心慌、心悸，腰背痠疼，手心腳心發熱。有的人月經還有一段時間會紊亂不規律，這些都可能和絕經前後的變化有關。這一串症狀乍一看很複雜，其實大家仔細歸納一下，會發現這裡面有很典型的陰虛的味道。為什麼會這樣？從現代醫學角度來說，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孕激素水平下降。如果我們把雌激素、孕激素這一類偏陰的激素和偏陽的雄激素對比，你會發現當這些偏陰的激素逐漸減少，身體原來靠它們維持的一些平衡就會出現空檔，陰虛的表現就容易被暴露出來。對中醫來說，這背後對應的是一個很關鍵的詞：天癸劫。天癸是什麼？它像是推動女性生長發育、生殖功能的一種物質，和腎經非常接近。天癸慢慢用盡，說明腎經也在走下坡路。所以更年期的根本問題離不開腎經虛、腎陰虛。從中醫的病機來看，絕經前後的各種症狀的關鍵在於腎。《黃帝內經》裡講，女子77腎氣衰，到了這個年紀，腎陰、腎陽的平衡開始出現波動，腎氣一衰，腎陰、腎陽就容易一虛一亢，帶動全身臟腑一起進入調整期。大體來說，我們會看到幾個常見的情況。第一類是腎陰虛為主，陰液不足，好比鍋裡的水少了，但火還在燒，就會出現一派虛熱的表現。你就會看到潮熱、烘熱、面紅、出汗多，尤其是晚上睡覺盜汗，手心腳心發熱，心煩、失眠、奪夢、口乾咽燥、頭暈耳鳴、腰膝痠軟。這一串熱象其實都是陰虛火旺的表現。第二類是腎陽虛為主，陽氣不足，就好比爐火不旺了，身體就偏寒。這類人會怕冷，手腳冰涼，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容易水腫，夜尿多，舌頭顏色偏淡，苔白滑，整個人感覺像燒不開的水，
提不起勁兒。臨床上統計會發現，在絕經前後諸症的患者當中，腎陰虛的比例要高得多，大概能占到7成、8成。所以調理的時候，陰虛型的中藥使用頻率是比較高的，但這並不意味着陽虛不存在，不重要。有些人之前的體質本身就偏寒，即便出現了陰虛的表現，身體裡陽虛的那一面還是比較明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陰陽兩虛。此外，還有一些情況，比如心肾不交、心火偏旺、肾陰不足，上面心煩、失眠、多夢，下面虛火上擾，讓人睡不好，心情也不安穩。肝氣鬱結，中醫講肝腎同源，腎水不足就滋養不了肝木，肝氣得不到滋養，就容易鬱結或者肝火上炎。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在這個時候情緒波動特別大，煩躁、易怒，看誰都不順眼，或者特別委屈、愛嘆氣、乳房脹痛，這些在更年期的症狀裡都可能會有一些交叉。那麼在中醫調理上我們會怎麼做呢？我給大家梳理一下常見的中成藥用藥思路。先看腎陰虛、陰虛火旺這一類，表現比較典型的，比如潮熱、盜汗、五心煩熱、口乾、咽燥、失眠、多夢、頭暈耳鳴、腰膝酸軟這一派虛熱。這種情況我們常會想到2類代表性的中成藥，一個是知柏地黃丸，它是在6味地黃丸的基礎上加了知母和黃柏，專門加強滋陰清熱的力量。所以陰虛火旺、潮熱盜汗、口乾咽燥的更年期患者用知柏地黃丸是很典型的一條路子。另一個是像昆泰膠囊這種偏现代劑型的中成藥，它裡面用到了熟地黃、黃連、白芍、黃芪、阿膠、茯苓等，既能滋陰清熱，又有安神除煩的作用。對於那些虛熱明顯、心煩失眠、盜汗、頭暈耳鳴、腰膝酸痛、手心發熱的陰虛火旺型患者也是比較合適的。如果偏重在補精補陰的根本調理，也就是腎精不足、腎陰虧虛比較明顯，火勢不是那麼旺，就會用到左歸丸。左歸丸的特點是既補精又補陰，屬於治本的力量比較強，但是清火壓火的力量就沒有知柏地黃那麼有針對性。還有就是6味地黃丸，它則是一個更平穩的基礎方，對於表現比較輕、症狀不算特別明顯的人，慢慢調理就是一個比較溫和的選擇。如果是腎陽虛為主，怕冷、精神不振、腰膝酸冷、夜尿多、浮腫這些比較突出，那就要想到右歸丸。右歸丸是溫補腎陽、兼顧補精的經典方，它主要是補陽，但也帶一點補陰的藥。對於那種整體向陽虛方向走的更年期患者，可以在醫生指導下考慮以右歸丸來溫扶陽氣。有的患者是陰陽兩虛，又有陰虛的虛熱，又有陽虛的虛寒，這種情況有時候就會在左歸丸和右歸丸之間調比例，或者在6味地黃丸和桂附地黃丸之間調比例，讓補陰和補陽同時兼顧，只是側重點不同。再比如心腎不交這一類，這裡的心腎不交多半仍然是心火偏旺，腎陰虛為底子，人的表現還是心煩、失眠、多夢、安不下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想到天王補心丹配合麥味地黃丸，讓上面的心神得到滋養，下面的腎陰得到補充，上下溝通起來，人自然就能安靜一些。還有一個常被提到的甘麥大棗湯，它是更年期綜合整理非常有名的方子，尤其是對那種情緒波動大、容易悲傷、易哭、心神不寧的情況。不過要注意，它原本是湯劑，大陸沒有甘麥大棗湯的中成藥，好像台灣有，台灣的朋友可以買來服用。說到這裡，男同胞也別覺得自己跟更年期這個話題沒關係。很多人以為更年期只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就默默坐在旁邊看熱鬧，其實是錯誤的，男性朋友也會有，只是表現沒那麼突然。女性在更年期，雌激素、孕激素這些激素是斷崖式下降的，變化挺明顯的。男性的睾酮水平則是慢慢往下走，曲線比較平緩，所以你不一定有那麼強烈的我到了某個關口了的感覺，但陽氣活力在悄悄往下降，是客觀存在的。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也很生活化的现象，一些女性在更年之後，雌激素下降，但体內的雄激素相对沒降那麼多，人反而變得更活躍、更外向，成群結隊到處旅遊、購物、跳廣場舞，整個人像活出了自我，
而男的呢，雄激素往下走，整個人就容易沉悶低迷，活動意願就下降了。一天下來，最激烈的運動可能就是下2盤象棋，或者在家裡待着，出門還要被大媽們拉着。從中醫角度看，更年之後，女性会帶一點男性化的傾向，男性會帶一點女性化的變化。這一切，如果你回頭去對照《黃帝內經》裡7788的生命規律，就會發現它其實早就寫在古書裡，只是我們今天用另一套語言再重新認識它。那怎麼做才能在這個階段讓自己更舒服一些呢？我想給大家的核心建議是：第一，認識到這是腎氣漸衰往陽虛方向走的自然過程，不是你的錯。第二，適當的在醫生指導下選擇合適的中成藥，比如腎陰虛偏重的，可以考慮知柏地黃丸、昆泰膠囊、左歸、六味地黃丸一類；腎陽虛偏重的，可以考慮右歸丸、桂附地黃丸一類；心腎不交、情緒不穩的，有天王補心丹、甘麥大棗湯這樣思路的方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養神調心。中醫一直強調精氣神三者合一，像打太極、八段錦、練功一手丹田，不是搞玄學，而是通過呼吸、姿勢和專注力，把自己的陽氣慢慢提起來，讓水火重新有機會相交。最後還是要補一句重要的提醒，今天講的這些內容，是從中醫角度對绝經前後諸症做一個整體性的理解和調理思路分享，不是具體的診斷結果。不同人的體質伴隨疾病、家族史都不一樣，同樣的症狀，背後原因也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盜汗、情緒失控，1周都睡不着，務必要去醫院做正規檢查，讓醫生幫你一起把關。更年期為絕經期，是一段需要慢慢過渡的階段，請大家帶着一點耐心去感受它、理解它。用中醫的語言來說，就是順勢而調，調中有養。願每一位走在這段路上的朋友都能從容溫柔地對待自己的身體。慢慢我們發現，這不是結束，而是一場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好了，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個讚，訂閱我們的頻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